认真攻略，从不漏球啊！大家好，我是琉璃。这期视频呢是《流放之路2：风暴编织者电球玩法前期能高效提升你伤害的一些小技巧啊。那么接下来我将使用夸张的修辞手法，所以呢我问乍得借了他常态战绩20万面板的电法。如你所见，在一通操作之后，这个电球的最高伤害顺利飙升到了60万左右。那这呢主要是依赖于崛起风暴和咒符之力的加成。后者是一个双手法杖底材自带的技能，效果是我们在其中释放法术的时候可以获得额外的增伤叠层。我们需要把电球这个技能设置为武器套1，然后第二套武器你带双手杖，技能槽再放咒符之力，这样之后只要你按下法阵就能切双手放来放法阵，再丢电球就可以切回主手进行输出了。而崛起风暴则是目前疑似存在 bug 的辅助技能，它面板说明是我们释放不同元素技能会提供增伤，但在实际使用的时候效果为每当你使用当前的武器套装释放一个技能就获得一层增益啊，你丢了5个技能它就能无损提供4秒的 60% 增伤。所以我们用它替换掉点完天赋之后呢，效果比较差的延长电球持续时间之后，我们就能通过开咒符之力然后叠 buff 来获得3到4倍的输出能力提升了啊，比如琉璃这个电球也能在叠满 buff 之后从19000伤害变成6万的伤害。机制说完了，接下来说说实际的应用情况。就上面这2个技巧呢，属于那种你装备越差它收益越高的玩法，尤其是在打 boss 之前，你可以先在法阵里猛丢电球，把增益叠满再开 boss， 然后呢依靠高额的增伤把 boss 给秒掉。我这里推荐你前期用来触发崛起风暴的技能分别是电球、火墙、风暴漩涡以及它有时间非常短的双爆4个。如果你的装备非常差劲，那么在异界刷图的节奏就是进门插法阵，然后在按住电球的同时释放火墙、风暴漩涡和双爆，有怪物靠近的就对他们扔诅咒，在附近怪物被清空之后往前走，重复这个流程。而如果你的装备很环保，打怪时间很久，我建议你前期找人交易一个奇多可手套，它是可以让你的电球使敌人触电的，触电之后敌人会在原地不动5秒，这个时间已经足够你把它打死或者发现打不过跑路了。我昨天收这玩意的时候，它的价格在1到3个崇高石之间，如果是瓦出双孔可以多插抗性之类的符文，它会贵一些，也就10亿吧。而如果你装备稍微好一些，那么就不需要被法阵画底为牢了，你跟琉璃这样维持4秒丢一次火墙漩涡，然后边走边丢电球就好了。3个技能等效 36% 的增伤已经很够了。这个阶段如果你想增加对精英和 BOSS 的输出，我建议你天赋洗一套副手诅咒出来。首先我们副手法杖选的那种带全技能法术加2到4级的，然后天赋这边呢，你先回退一定的输出点数，然后你去选择武器套装2，把诅咒相关的增益全部点出来，再点一下切武器套装1，把输出相关的点回去。这样子呢，我们切副手武器丢诅咒的时候，这个诅咒是能吃到天赋树上的诅咒加成的。在没有其他珠宝和技能的情况之下，我的诅咒也能减少敌人 70% 的电抗，站的时间稍微长一点，还能跌到 77%。配合漩涡的铺菜效果，已经足够把敌人的电抗减光了。最后简单说一下电法目前的一些机制，就很多朋友在前期玩电法感觉它伤害有些太低了，这是因为它的构筑是一个极其依赖装备上护盾和魔力数值的构筑。我们堆积魔力上限的时候呢，可以增加密能强化节点提供的 A 伤，大法师被动提供的额外增伤，以及升华天赋提供的密能波动这一技能的施法和回蓝效果。要堆蓝量上限啊，我们除了装备上天赋上找之外，还可以通过异能魔力把护盾转为蓝量上限，之后呢，再通过永恒凝视把蓝量再转回成护盾。高额的蓝量给了我们大量的增伤和回蓝，之后我们就可以点出心灵升华，把蓝条当做自己的血条用了啊，然后你就可以再点出灵异之体，以生命归一的代价来免疫混沌伤害。需要注意的是，生命归一之后，我们非常容易被怪眩晕和冰冻，建议你天赋点一下护盾转眩晕阈值，以及护肤带一个免疫冰冻或者缓速的。那以上种种机制下，你想要玩的舒服，最少也得有个2到3千蓝才行啊。正常的开荒流程就应该是兵法先爽砸陨石，刷一段时间的折磨10到12，凑够了抗性护盾蓝量装备再转型。但现在呢，兵法它对小怪的触发被砍了10倍，召唤物死亡那套也疑似触发残留，指不定哪天就被砍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只能利用上面提到的这些小技巧，在前期强行提伤害，保证自己能刷图，慢慢攒些通货，再去更新装备提升自己了。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琉璃，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